厨具的设计应该都差不多，像这个应该是可以拉出来的，很方便哦。洗碗巾，对啊，这个是什么？压一下。这什么？Hello， 新年快乐！我们每一年都会回马来西亚过年，那刚好过年期间工地也不会有进度。那我想说呢，我们过年还是要有一点主题跟大家分享。那刚好因为马来西亚这边有朋友呢，他们也是自地自建，很临时的就商请老板娘在开车，对，她比较低调一点。我们待会呢就到她家来看一看，就是马来西亚人在盖房子、在规划上面、在一些空间上面的运用，跟我们台湾人有什么不太一样？我觉得他们可能是特例耶，人这么少，房间盖这么大，你的房间都可以住一家人嘞。老板娘很低调，不露脸的。老板娘也可以出声的，老板娘。那等下呢，就由我呢带大家来看一下。对，感谢老板娘。好，到了，我们来看一看朋友家。哎呀，哦，我觉得有这么大片草地，超舒服的。对啊，羡慕啊。羡慕啊！我好奇一下哦，我发现马来西亚人的房子啊，再怎么大的地哦，通常都盖2层而已。因为不需要啊，因为地够大啊。地够大的，OK。然后这边也可以看到，哇，整个院子很舒服哦。大概看一下，如果我有一个这么大的院子，天哪！好了，如果我地够大，我真的也是盖2层楼就够了。这是拜拜用的吗？拿督公啊，马来文翻译过来的大豆，每个家都会有吗？这是管灾星的是吗？对，管地方的。盖在你们家，基本上是保佑你们家的，就是你们自己家里要拜。那别人进来拜有用吗？也是可以哦。盖这个有需要从外面请神进来，也是有仪式的啊，有仪式的。啊。哇，这边还有一块可以打球的地方，地够大，我也要盖个半场，你知道吗？问题是不够啊。对啊，问题是不够大。哎呀！我看一下这个墙壁石头漆嘛，就是它会有一些纹路、颗粒感，不知道怎么做出来的。颗粒感就是洋灰啊。对啊，变成这样了。哦就不用喷呐。那这样子啊，我们。所以那时候我一直不懂你为什么说要用涂料，明明就是刷一层漆就好的东西。哎，你不懂啊。哦，所以其实你们这个颗粒感，它不是特别去做出来的。不是，先钻，然后就是洋灰啊，然后就是刷油漆。这样啊。其实你可以拍拍那个，其实它是手工挑的嘞。啊，真的吗？真的，你看你。我要先跟他拜一下吗？就是啊，拜一下，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这个是可以进去的吗？可以。他平常进去拜拜啊。这啊。很精细的手工艺，它是用红毛灰挑的。红毛灰就是洋灰。他拿一个工具在那边画这个线，这样子。对啊，那个纹路是这样。哇，连地上也是，都不用贴砖了吗？马来西亚人很喜欢，就是到处都要有风扇，停车这边都要放2只，然后刚刚外面那边也2只。为什么这里要风扇？你会开呢？然后如果有请人吃饭什么的时候，聚餐啊什么的，就可以开电风扇。哦。因为马来西亚太热了。好，这边我们来看一下老板娘的客厅。哇，也很舒服哦。我可以坐这里吗？哎，这样看出去就是绿色啊。大肚。看出去是打灯公，这样才保佑我啊。啊，是哦。哎，我想要看厕所。好，厕所，哎，OK 了，差不多。你们的维修孔不用加盖。那个是要的，从一搬进来过后，本来要弄的，到现在都就算了吧。我很喜欢它那个颜色，哪一个颜色？的颜色就是因为雾面的啊。雾面，对。还有法丝纹。对啊，我觉得我们到时候也可以挑这个，可是要加钱呢。加钱啊！哦，这一般就正常来讲，就是外面的厨房。对，这个就是给干的。干的用。就是冲茶，这个就是煮的咯。哦，所以你们煮的会分开。哦，因为你从小就习惯，就是厨房有2个，一个就是比较不会弄脏，然后第二个是油烟要大炒的时候。马来西亚的一些料理啊，或者巴酱啊、鱼缸的丽莎那种，会有很重的味道。柜子也做蛮多的。
柜子要做，因为很实用哦。啊，是哦，我们到时候规划也是这样的。不要很累。啊，一样的。我觉得厨具的收纳很重要。哎，都可以开，是不是？可以啊。不能看的。你们会大火炒吗？会啊。很常有大火炒，对不对？哦，煎、煮、炒都会有的。喂，等一下，手控的、啊。怎么开？啊，你扫一下就 scan 一下。哇，然后再一次。太快了。啊，太快。他可能出了哦。哦，你看冰箱都放2个。我们也有啊，我们也是冷冻，还是因为马来西亚人都会有一个专门装冷冻。不是马来西亚人都是这样的啊，是东西多的人。东西多的人才这样子。帮我开一下灯。OK， 好了，对了，老板，你也在弹钢琴啊？你怎么知道哪些灯是哪些的？我到现在还不会。天哪，啊你怎么看？那你要开什么灯？他用猜的，你没有看？刚刚一直乱按。如果没有的话就关掉。啊是哦。你们中岛有在用吗？本来说要来做蛋糕烘焙的，没时间。这三桌子嘞，开门回来放东西啊。啊，你有发现马来西亚人不太放玄关？对啊，为什么？台湾人很喜欢做一个玄关，就是进门的地方会旁边一个橱啊，或者是什么，给你随手放你的首饰啊、衣服啊、挂衣服啊、包包啊什么的放在玄关。我们真的冬天啊，所以哦对了，没有外套，对对对。对，那种就是拿进来，哪里有地方就放哪里啊。换桌子啊，换椅子啊。哇，你们家不就4个人而已吗5个啊。我这年饼超爱。之前呢，疫情的时候没办法回来过年，我老婆就订了很多，就是马来西亚嫁去台湾的人做的年饼，放在家里的一大堆。对，这超好吃的。吃都不完了，你不喝酒哪会囤酒啊？不过这边没有地震，不用怕酒会倒。每次地震一来，很多人的酒就倒一半。哎，你们1楼那是客房吗？啊，有一间客房。哇，这客房比我们主卧还大。超大。如果你在马来西亚跟我吵架呢，你就可以打给玉文。小文可以说明我2天吗？看一下这边。哎，你们有人在做干湿分离的吗？我个人就不喜欢啦。啊，为什么？不喜欢哦。你看多一个门这样。可是这样比较不会。哦，你说擦玻璃怎么？擦玻璃。就不喜欢。所以你可以整间湿湿的没关系，就是不用打扫就好。因为这里很快干。好。你看我弟那边也没做啊。但我觉得干湿分离好重要哦。台湾人的习惯。好 ，OK。哇，这边是民宿是不是？你们几间房啊4间，一间是目前本来是大的团队，现在就烫衣室。哦。烫衣室。好奢侈哦，烫衣室。我们有更衣室我可以理解，可是烫衣室我没有办法理解。OK， 那这边是女儿的房。哇，好粉哦。这边哇，这主卧，人家套房还大。天哪！哎，可是你看出去看得到那个树那些，不错。你们有找设计师吗？自己比赛的。啊，所以你们要什么？像这个就找木工做。对。所以你们其实就不用找设计师，你们就只要告诉那个工人，就是上完找一找，我要这样子的风格，你帮我做这种产品线的。哎，这有隐藏门，这是什么？哇！哦。哎，他们的更衣室跟我们的主卧室，别再说了。哦，然后浴室在这里。哎，我觉得台上盆真的好看。对，我们也是做这样。对，台面上的盆真的好看很多。
人家这个露台，你们平常会走出去吗？哦，不会，真的不建议做这个露台，因为真的是用来打扫而已。鸟粪啊，鸟粪。哦，这边有鸟停在这边大便那些啊。对。但是就是个 view 啊。对面的也是没有出来的。那到底你们做露台做什么？晒衣服啊。对面的还放了一台椅子，我从来都没有看过他做出来。好，那今天的影片呢，主要就是跟大家分享在马来西亚我们看到人家自地自建的一个方式跟规划。那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可以到人家家里面去看一看，然后可以跟屋主聊一聊当初在盖房子的一些想法。所以我决定在回台湾之后呢，要来好好的规划一下，希望可以产出新的主题，然后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更多这方面的影片。OK， 新年快乐，拜拜。这个是什么？呀，这什么？洗杯子。洗杯子，有这么难吗？我想看。天哪！哦。